And all of a sudden, I remember hearing a big crash.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we all jumped up in the aisle. It wasn't the initial fire that came in and hurt most of the kids. It was the heat that came in that was just so unbearable. It started melting your skin. And then next thing you remember, all the kids just start screaming and were pushing and just fighting each other to get out because it was just so hot inside the bus. 这是幸存者之一昆廷·希金斯对事故的痛苦回忆。当时他才15岁，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后遗症，光是肺部的损伤就困扰了他一生。1988年5月14日，美国肯塔基州拉德克利夫的一个教堂准备举行一次活动，由4名教会成员带领着附近几所中学的孩子们一起前往位于俄亥俄州的国王岛主题乐园，路程大约有270公里，所以当天早上，孩子们都早早地等待在教堂门口准备出发。此次旅途的司机名叫约翰·皮尔曼，他是当地法院的书记员，在教堂兼职做副牧师。5月14日一大早，约翰忙着清点人数，原来除了自己之外，还有66名乘客。全部到齐后，他们便登上了大巴车，一同前往乐园。一路上，孩子们高兴坏了，他们看上去有用不完的力气，在游乐园里疯狂玩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恋恋不舍地启程返回肯塔基州。在大约驾驶了1个小时之后，约翰发现油量告急，于是在附近的加油站加满了油后继续赶路。另一边，34岁的拉里·马奥尼刚从酒吧出来，他一整晚都在和朋友们喝酒。照例是不能开车的，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对自己的酒量和车技过于自信，甚至都没有一丝犹豫，直接启动了他的黑色皮卡。然而，噩梦开始了。晚上10点55分，孩子们所在的大巴车在卡罗尔顿郊外的71号洲际公路上向南行驶。突然间，拉里驾驶的黑色皮卡出现在了大巴车的正前方，直直的迎面冲了过来。司机约翰根本就来不及反应，直接撞了上去。在过程当中，皮卡的左后方旋转了90度，撞上了另外一辆凯迪拉克轿车的左侧，而该轿车又朝着大巴的同一方向撞去，产生了3车连环相撞的致命车祸。不过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皮卡车撞上的是大巴车的右前方，直接刺穿了大巴车的油箱。注意，这个油箱可是刚刚才加满了汽油的，足足有200多升。大火在一瞬间被点燃，而更可怕的是，大巴车的车门被撞得面目全非，已经无法正常工作，车上也没有第2个可以下车的门，67人的性命危在旦夕。看到这里，我相信各位朋友不禁会有疑问，按照咱们的正常思路，能坐66人的大巴车应该也不算小了，不应该有前后2个门吗？被撞的车子为啥只有1个前门？另外，就算门坏了，那起码还能打碎窗子逃生。当时的这辆车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实涉事车辆是一台退役的校车，这台校车的结构就是只有前面1个门，不过车尾有一个紧急出口，这个紧急出口平时是不会用的，而且在出事的时候刚好在过道前方放置了一台冷却剂。至于车窗，当时的校车本来就是为学生量身打造的，质量上肯定是过得去的，再加上没有任何碎窗设备，仅凭人力打破窗子几乎是不可能。至于校车本身，用的还是1977年款福特 B700 底盘，也就是说这台校车是服役了10年后退役的，被教会买来继续当做大巴车使用了整整1年。虽说是台退役车，但它的机械素质还算良好，在教会使用的这1年里面，对车子的维护也没再少的。出事前2周还特地换了新的轮胎，还检查了悬架和转向部件。其实这一切看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除了紧急出口前面放了一台设备，但不至于打不开。可是大家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60多个孩子，一个出口，1条通道，还带着大火和浓烟。各位应该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吧？其实最初的撞车除了司机之外，并没有其他乘客受伤。此时的孩子们也意识到发生了车祸，纷纷跑到过道上查看。可谁料到，不到20秒的时间，一股热浪来袭，孩子们都哇哇大哭，喊着要找妈妈。因为车祸与火灾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司机约翰第一时间就拿起了小型灭火器，试图扑灭大火。孩子们也迅速蜂拥到了过道上，听从几个大人指挥，从后排的紧急出口撤离。然而，小型灭火器一下子就用完了，约翰眼看根本就控制不了火势，于是作罢。此时，大巴车里面烟雾弥漫，有的孩子已经开始晕厥。约翰让孩子们不要拥挤，排成一排，走到紧急出口。可不幸的是，没走几步，一部分孩子就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而且，刚刚提到的大巴车的冷却器又加剧了过道堵塞的问题。随着越叠越多，紧急出口完完全全被堵死了。还有意识的人只能绝望地在车厢前部徘徊。其实当时车里有很多人都试过砸窗，但玻璃纹丝不动。而那些率先逃跑的人，设法从紧急出口把车上没有意识的孩子们都拉下来。他们一脚踩着保险杠，手里抓着一条条细小的胳膊，
拼命地往外拉，许多路人也停下来帮助他们。只可惜，这样的救援只坚持了4分钟，大约有40名乘客成功地被救出。可很快，整辆巴士就彻底着火了，他们无法再靠近车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噬了剩余的人。最终，车上有27人全部葬身于火海。没过多久，肯塔基州的消防员和警察迅速赶到了现场，他们扑灭了大火，把幸存者送往了医院进行治疗。然而，尸体身份的识别却困难重重，因为他们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有的人甚至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一个钱包。据了解，由于校车整体结构非常牢固，没有人是因为撞车而死的，而且尸体几乎都堆积在了紧急出口。那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逃跑过程中被活活烧死，或者因为浓烟而窒息身亡的。不敢想象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究竟遭受了多大的痛苦。事故发生之后，人们对肇事者拉里的行为感到愤恨不已。大半夜的在马路上逆向行驶，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撞车后的拉里竟然还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经检测，拉里体内的血液酒精浓度为0.24%，而当时肯塔基州的法定标准仅为0.1%，而且这还是车祸发生后2个小时的数据。据调查，关于酒驾这件事，拉里已经不是第一次犯错了。在1984年，他就因为酒驾被逮捕，交了300美元的罚款，就连驾照也被吊销了整整6个月。但是这些罚款并没有让拉里长记性。而离谱的是，在车祸现场，警方还找到了没有开封的啤酒以及喝光了的啤酒罐。第二天，拉里从医院里醒来，他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真是荒谬到了极点。看来酒精真的是害人不浅。据统计，遇难者当中包括了3名成年人，剩下的年龄都在10岁到14岁之间，最大的也才17岁。在幸存者当中，有1人的膝盖以下全部被截肢，另外10人严重烧伤，仅有6名乘客没有受伤。当然，他们足够幸运才能避免皮外伤，但心理上的创伤恐怕是所有当事人以及家属都无法逃脱的。他们说恨我，说我是个杀人犯，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这是拉里解释自己为何总是逃避公共场合的原因。其实自从事故发生后，拉里很少出现在镜头前，他一直拒绝采访，表示自己很羞愧，会在监狱里面好好反思。由于此次车祸性质恶劣，很快就传遍了许多城镇，拉里也被指控27项2级过失杀人罪、16项2级殴打罪和27项肆意危害罪，最终他被判处了16年有期徒刑。事故过后，人们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酒驾这个词上面。虽然这是构成事故的重要原因，但大巴车的设计也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这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的是，被撞的这辆大巴车是于1977年3月23日生产。在这9天之后，有关于校车新的联邦安全标准就生效了。按照新的法规，1977年4月1日后生产的校车需要完善车头与车身的连接，提供更好的座椅保护，更关键的是改善燃油保护系统。这一点真是戳中了整场悲剧的命脉。这场车祸本身撞得并不严重，但就是刺穿了油箱最为致命。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指出，大巴车的油箱缺乏防护措施，再加上座椅是由易燃材料构成的，大火势不可当。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公共交通窗户上面都配备有安全锤，为的就是在遇上紧急情况的时候，乘客可以迅速逃生。只可惜当时并没有这一安全措施，窗户质量好也就算了，还被封得死死的。整辆车只有在车尾有一个紧急出口，就连座位的布局也有问题。一是座位太宽，导致过道过窄；二是紧急出口被一部分座位和冷却器阻挡，又减少了通道面积。即使在非紧急的情况下，整辆车在载满人后，乘客的下车速度也会较为缓慢，更不要说是出现危机事件了。自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公布后，人们呼吁尽快淘汰掉1977年4月1日之前生产的所有校车。如果真的要这么做的话，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约有22%的校车都是不符合新规的。另外，在此基础上，所有新校车都要配备更加牢固的油箱和阻燃材料制成的座椅，以及更加方便的紧急出口。尤其是肯塔基州规定更为严苛，校车不仅要有9个紧急出口，里面的地板和座位都要用阻燃材料。油箱周围还必须要安装笼子，并且一定要用柴油作为燃料。当然，这次事故之后，除了公共汽车安全标准得到了提高，打击酒驾的措施也都提上了日程。比如好几个州都紧急修改了酒驾标准，将血液酒精浓度标准定为0.08%，而且酒驾被捕后的惩罚将更加的严厉。与此同时，监狱里面的拉里成为了模范囚犯。
他行为良好，还参加了戒酒会。在服役9年半后，也就是1999年的9月9日，拉里提前出狱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重获自由的他并没有公开谈论当年的事故，这让那些遇难者家属大失所望。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不想指责拉里了，同时这些家属也都把悲伤转化为力量，常年为反对酒驾的运动而忙碌奔走。他们成立了一个名叫 MADD 的组织，全名为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为此希望拉里能够站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众人不要酒驾。只可惜这一点拉里也不愿意配合。当然，拉里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彻底忘记这段痛苦的回忆。他通过亲友告诉记者，他不太会说话，招架不住镜头，请求大家放过他。他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以后不会再抛头露面了。后来，拉里搬到了肯塔基州欧文县的一个乡村里面，在父母的土地上盖了房子，结了婚。根据朋友透露，出狱后的他明显少言寡语了许多，但他一直会警告身边的年轻人，酒驾究竟有多么的危险。在这次灾难过后，有数据显示，肯塔基州的酒驾事故明显少了很多。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加快规范了有关酒驾和公共汽车安全的立法，但付出的代价未免也太过高昂了。所以在视频前的小伙伴们都要牢记，珍爱生命，严守交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管什么时候，道路安全永远都不要掉以轻心，哪怕只是一念之差，都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希望大家都能把拒绝酒驾这4个字谨记在心。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